闻到了吗，盖布里埃尔？是阿斯莫德的味道。你马上就可以长出漂亮的皮毛了呢。副队，恶魔的气息好像消失了。那东西应该还在附近，去外面看看。这里怎么阴森森的？副队，这次要抓捕的是高阶恶魔吗？具体资料不足，只知道会伪装成人接近人类。几个受害人尸体口鼻有被硬物插入的伤痕，内脏骨骼全部消失，就像是被吸干一样，只留下一张人皮。人皮？副队，怎么了？少儿不宜。副队，我已经成年了。不对劲。啊！这是……看来我们找到了。它竟然会飞！还是来晚一步。副队真厉害，一招就解决了。尼尔，叫6队来善后，你也可以下班了。副队放心，回去后会把行动记录补上，明早把魔盒交给魔焰部归档。您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没事吧？没什么，我还有点事要处理，先走了。请您放心。还好城堡顶层没有人。该死，心脏好难受，这段时间越来越严重了。终于找到你了。这里是……醒了？如果不是我需要一些答案，刚才就可以直接杀掉你，而不是在这里慢慢等你醒来。你身上为什么有阿斯莫德的味道？这人是谁？这味道对魔物来说就像催情药，会招来无数觊觎者。这个变态在说什么？不可说呀。这个徽章，你是黑羽的成员吧？一块怀表，真是位迷人的女士。把东西放下，你想知道什么？你身上味道的由来。小时候的意外，阿斯莫德寄生在我的心脏。如何证明你的话？我的身上有他留下的印记。
有趣。原来如此，虚弱的恶魔竟用漂亮的人类躯壳蛰伏，以待复活。据说这种暗玫瑰色的印记会随着时间慢慢绽放，当延伸的印记在前胸心脏处交汇时，就是你的死期。我知道。印记一旦进入绽放期，被寄生者剩下的寿命就不到1年了。看样子你离死期不远了呀。你的心脏我预定了，在你濒死时我会来取走，不会让你的灵魂落在恶魔手中。阿斯莫德的气味太强烈了。你要干什么？送你一条项链，作为心脏的定金。你管这个叫项链？款式是特别了一些，但能压制住你身上的味道，保护你稀有的心脏不被其他觊觎者发现。而你那珍贵的怀表暂时由我来保管。晚安，我的睡美人，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用不了多久。那天晚上的事完全没有头绪。再次醒来的时候，我躺在莫里斯堡外的丛林里，那个拿走我怀表的混蛋到底是谁？加兰，加兰，啊，队长，最近怎么了？你很少这样心神不宁的。没什么，一些小事。和我去一趟卡尔纳斯。是有新的任务吗？不，是去见一个相当麻烦的人。虐杀？这人在各地狩猎恶魔，虽说行为正义，但似乎以虐杀为乐，手法也相当张扬。猎杀对象都是占据人类身体的高阶恶魔，心脏都被完整取出。虽然最近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停手了，但我们身为黑羽成员，不能放任这样的私刑存在。他是谁？黑泽尔公爵。晚上好，先生们，请问是霍克先生和诺伊斯先生吗？是的。公爵大人恭候两位多时了，请这边走。这里可是圣亚里斯的边境，怎么会有贵族住在这么偏远萧索的地方？这条长廊的尽头就是公爵大人的书房，请两位在那里稍微休息，公爵大人马上就来。啊，先生，我能留下来参观一下公爵大人的长廊吗？您请便。霍克先生，我们先去书房吧。要是我没认错，这就是我的怀表。那天带走我的人就在这个城堡里。又见面了，黑羽的副队长大人，以及我的猎物先生。那晚带走我的人是你吧？黑羽的副队长果然敏锐。不愧是黑羽成员，身手不错。少废话，把怀表还我！队长大人生气的样子，可真是威严又骇人。现在可以安静的谈谈吗？可恶，这家伙比想象的难对付。哎，副队长大人，果然不听话。怀表可以还你，不过接下来需要副队长大人配合一下。抱歉，让您久等了。这位是我们的主人，
黑泽尔公爵。初次见面，我是罗德里克·霍克，这位是加兰·诺伊斯。哼，我刚刚和诺伊斯先生认识了，在走廊上。他很喜欢我的雕塑们，我们聊得相当投缘。这次我们前来拜访，想必公爵大人也能猜到原因。不用这么拘束，叫我黑泽尔就好了。前段时间的事情只是一个正义的公民应该做的，还劳烦两位亲自跑这一趟。明明在狩猎恶魔阿斯莫德，说的冠冕堂皇。虽然除掉了祸患，但您的正义感也给黑羽造成了一些困扰。要疏解民众恐慌，还要应对政府施压，我们的工作也很难推进，希望您能理解。我本来也在为程序正义而苦恼。刚刚在走廊里，诺伊斯先生提出一个绝妙的建议，鬼话连篇。他热情地邀请我加入黑羽，这样既能为民除害，又不会令黑羽难做。而且，加兰说他正好缺一个固定搭档。加兰，是这样吗？是的，这人要加入黑羽，目的应该不只是我身上的东西。公爵大人，您的这个提议，我们需要时间讨论一下。不知……时间很晚了，两位先生今晚就请在这里留宿吧，可以去客房再商量。黑羽的成员的确是两两一组，需要有固定搭档。可你不是一直都拒绝的吗？今天是怎么回事？这么棘手的人，与其放在外面任他肆意横行，不如放在黑羽中好监管。我可以监视他。短期内这倒是个最省事的办法，不过这人身份应该没这么简单，还需要详查。你负责这事吧。只是这种养尊处优惯了的贵族少爷，能吃得了苦吗？您真的决定去黑羽了吗？距离那个地方那么近，会不会……别吓自己，这样加入黑羽，说不好能悄无声息地进入那个地方，不必大动干戈，这样的体面优雅，才符合贵族的身份。昨天的提议，我们商量后觉得很好，欢迎您加入黑羽。首都那边还有些事务需要处理，我们就先回去了。期待您早日入队。这是我的荣幸，不过，还请您对我的身份保密，给大家带来压力是我不愿看到的，诺伊斯先生，我未来的搭档。回见。黑羽，全称圣亚里斯黑羽骑士团，总部位于圣亚里斯的首都光之城卢米诺斯。黑羽骑士团直属于女王陛下，是维护世界和平、世界性的组织。骑士团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各领域有天赋的人才，吸纳并培养成为团队中的精英，守护世界秩序。黑羽特别行动部的副队长加兰诺伊斯一向独来独往，是让菜鸟新人瑟瑟发抖、望而生畏的存在。不用瞪着我吧，我可不是非法闯入，是宿舍管理员带我过来的。别乱动，我可不希望每次见面都绑着你。这还不是拜你所赐。项链不但能压制恶魔的气息，还能减缓心脏发作的次数。被恶魔寄生的身体会逐渐虚弱，尤其是使用能力之后。想必你自己也感受到了吧？上次在城堡见面就发现，加兰大人就没戴项链，今天果然也没戴。还是说，你想由我亲自为你戴一次？他说的没错，心脏的症状越来越频繁地发作了。如此诱人的皮囊，如果被人抓了去，就不会像我这么绅士了。
我有话问你。要维持活物不死，需要相当强大的幻术能力，而且还是一种失传已久的禁咒。你身为圣亚里斯的贵族，怎么知道这种禁咒的？这已经超出猎物的提问范围了。放心，不会让别人看到的。江兰大人，请带新人去总部记录备案。这里是日常工作的大厅。副队，那边那位是队长，想必你已经认识了。资料档案室，案件的卷宗都记录在这里。黑羽一向这么敷衍地对待新人吗？难道还需要我教您怎么走路吗？您的登记完成了，黑泽尔先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为您配备生活用品。大家都想瞻仰一下加兰大人的新搭档长什么样子呢？这2位加在一起，简直是双倍的可怕。接下来去哪儿？你去哪儿我不管。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不要把其他人牵扯进来。哼，放心吧，我只对加兰大人感兴趣。听到这种承诺，完全高兴不起来。不寻常的气息。那么多人在看什么？来，看一看呐，雷克村盛产的稀有珍珠啊，一颗只要1个金币。1颗珍珠居然这么贵啊！据说最近发现的稀有品种，大部分进贡给皇室，只有少数才能被平民见识到。这珍珠啊，是天然形成的人面珍珠。虽然只是珍珠而已，总觉得有些不对劲。黑羽的大人，请帮帮我吧。这个人被什么东西纠缠上了？我遇到了非常奇怪的事，求您救救我吧。这里又不是流浪汉收容所，为什么要把他带进来？你不是也住进来了吗？还有，你把他吓得不敢说话了。那个……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事实上，我一直都被困在同一天里了。不相信吗？上午9点45，库尔克里商店会失火，但没什么伤亡。中午12点，格罗里亚剧院门票开始发售。阿莎尔公主即将于21点30诞下一名女婴，取名塔尼亚。这件事会在22点47登上皇家晚报。在21点55会下雨，在1小时后会停止。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经历了太多次，倒着都能背下来。时间未到，无法验证你说的事情，请等等。如果你说的是实话，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或者有什么关键的契机。记不太清了。记不清了。窗外的东西会让你想起来吗？他果然又来了。救救我！是怨念幻化的怨灵，一时还无法进入屋内。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叫布莱恩，艾琳娜生活在阿伊尔斯城，而我来自周围的乡镇。我是搬运工，往返于两地，时常会碰到去学校的艾琳娜，久而久之就相识了。尽管我比艾琳娜大10岁，但我们无话不谈，很快就相爱了。她的父亲是个富有的铁匠，瞧不起我的职业，反对我们相爱。于是我们私奔了，一起来到圣亚里斯生活。大城市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尽管省吃俭用，还是花光了积蓄。坚持了3年，还是回到了阿耶尔斯城。本以为我们多年的诚信会感动他，谁知道滚出去！他的家人还是极力反对，我丢了工作，流落街头。艾琳娜，既然这辈子不能在一起，下辈子再见吧。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可是看到他死去的惨状，我却退缩了。
浑浑噩噩的沿着街道行走一天。在午夜12点，钟楼声响起的时候，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又回到了那天早晨。我想，也许一切还有机会，连忙跑出去阻止，挽回犯下的错误。可是，四处打听，却没人认识、听说过有一个叫艾琳娜的人了。失火啦！快来灭火！失火啦！快来灭火！尼洛利亚的门票已经售罄了。皇家晚报上说，公主殿下诞下一位女婴。下雨了，曾经自杀的景象又在我面前重现。她死去的样子再次在我眼前又慢慢消失。无论我躲到哪儿去，到了她当初跳楼的时间，她就在我眼前一遍一遍地跳下去。而我永远在这一天循环，试了无数种方法，今天遇到你们，觉得可以帮到我。21点55分，下雨了。原来是这样，不如回到原地看看。这个人有这么好心吗？不过我也正有此意。怨灵的怨念把这个人困在同一天，或许现场会有什么突破口。就是这里，他还没有出现。就在附近，非常强烈的怨气，被怨念彻底吞噬之前，还是有机会唤醒的。居然要用这么费事的办法，要与亡灵对话。听到了，痛，亡灵的声音。痛苦，好痛苦，痛！艾琳娜，不要再陷入痛苦之中了。来陪我吧！走吧，停止！已经没有作为人类的意识了。受伤了吗？心软的下场就是这样，加兰大人。更何况，你现在的身体如此虚弱，居然还尝试越界对话，想从重复的时间脱困你？是啊。放心吧，我会让你解脱。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不要啊！解决了。第二次了，这么虚弱，还是别浪费灵力了。你这是杀人！渺小又无信的人类，本就应该死。想想你的心脏，先管好你自己吧，加兰大人。印记又扩散了一点。我马上带队去处理，乖乖在家里睡觉，千万不能出门，听懂了吗？知道了，爸爸。爸爸马上回来。嗯。嘉兰，嘉兰，我的孩子。妈妈，妈妈好痛苦，救救妈妈！
来，孩子。在发光。啊！嘉兰，妈妈好痛啊！把钉子拔掉好吗？好孩子。妈妈，真的是你，我好想你。我也想你，我的孩子。真是一个不错的容器。再次醒来，我就已经得救了。那晚的经历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谁也没料到过早越界与恶魔沟通的能力，反倒成了我噩梦的开端。真是不让人省心的。盖布里埃尔，项链在哪里？竟然放在这种地方，看来你的食物完全不想活下去啊！该死，距离这么近，阿斯莫德的气味害我差点失控了。醒了，走开！不想这副样子，就乖乖戴着项链。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一定会是我这样的好人了。要有做猎物的自觉啊！乖乖躺着。打扰了，请问有人在吗？这位是副队传说中的新搭档。您好，我是黑羽实习队员尼尔加西亚，我来取上周的案件资料。哼，请稍等，我去拿。喏，谢谢你。另外，今天副队没有去总部，请问是有什么事吗？哼，只是感冒了，需要休息，我会照顾他的，请放心。副队最近好像经常生病啊。一定好好休息。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叫我帮忙。虽然外表难以接近，实际上是个好人嘛。求您一定要帮帮我，我的弟弟奥乔亚布罗克已经失踪很久了，这是他的照片。请进。这是队长您要的关于雷克村的警署资料。副队，您的身体好点了吗？队长，我这次能跟着副队出外勤任务吗？不行，上次偷偷跟着出外勤的事不能再发生。你资料室的活做完了吗？现在去阅览室整理资料。入队这么久，恶魔的面都没见过几次。收到，我这就去整理资料。不出任务，他就永远无法转正了。那样就最好了。说正事，一早把你叫过来，是因为皇室珠宝供应商麦克布鲁克找到了我，他的弟弟奥乔亚布鲁克失踪了。麦克布鲁克因为事务缠身的关系，让他的弟弟带他去雷克镇取货。可是过去了5天，他的弟弟音讯全无，供货的人却说奥乔亚布鲁克已经回去了。这不是普通的失踪案吗？这事多少跟皇室有关，报案人还求到了盖利斯伯爵那里，昨天也是伯爵的人带他来的，所以这事儿已经算在我们工作范围内了，还要你亲自跑一趟，以示重视。好的。另外，根据警局的说法，当地失踪了很多人。多人失踪？没错，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在当地做珍宝生意。这种珍珠感觉有什么奇怪之处吗？
我那天在街边的珠宝行也见到了，这种珍珠好像从1年前变得很有名。那这次的调查就交给你了。可能这事儿不只是单纯的失踪案。接下来说说别的事。你和黑泽尔公爵的初次搭档好像不太顺利。十分抱歉，我没有控制好他。这也不是你的问题，贵族老爷们安分守己才不正常。但毕竟他加入了黑羽，还是要时刻提防着。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及时告诉我。我明白。心脏确实没有那么痛了，他的项链真的有用，无非是多活几个月罢了，还要把麻烦随时带在身边。今天有十分重要的委托，如果你再不起床，就留在宿舍。急什么？雷克村，那是什么地方？近1年才兴起的港口渔村，大概要坐22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真是麻烦。你们就没什么附近的案子吗？莽撞行事，草菅人命。托某人的福，我可以呼吸下偏远小渔镇的新鲜空气了。我要出门一段时间，要乖乖的，别被人看见你哦，盖布里埃尔。根据警局的资料，雷克村已知的失踪人数有34人。我们这次的任务分为2部分：第一，要寻找失踪的乔亚布鲁克；第二，调查这次的任务是否与恶魔有关。由于无法确定是否在职责范围内，这次的行动以调查为主，希望您控制住自己。如果不想长期被流放，就按规章制度办事。这次出门调查，我们需要一个身份作为掩护。卢米埃斯珠宝行老板的朋友是个好选择，而你是我远亲的堂弟，跟着我做珠宝生意，非必要情况你不必开口说话。堂弟，我已经26岁了。好啊，我会时刻谨记的，哥哥。下次给他安排一个哑巴的身份。那边是这可不止34件失踪案例，远超加兰大人预估的规模呀。看来要推迟与珠宝卖家见面了，先去当地的警署。你小点声，别把跟着我们的尾巴吓跑了。在哪儿？你的3点钟方向，看到了吗？放开我，人已经走了。这都是加兰大人反应太慢了。又是来报案的，人口在失踪1周之后才能报案。打扰了，我是黑羽的加兰诺伊斯。原来是黑羽的大人啊！我们来调取奥乔亚布鲁克的资料。哦，这个名字我可是印象深刻。要知道他的哥哥麦克布鲁克前段时间才在雷克镇雇人大张旗鼓地搜寻了一番，如你所见，他们无功而返了。刚刚说，人员失踪1周后，你们警署才能立案。大人，您还不了解雷克镇人口流动的速度，不少人只是因为靠珍珠生意发财，所以搬走了。有的人则是故意躲避警方，毕竟在做黑市买卖，我们也难以确认是否失踪。这案件得一件接着一件，查案难度实在太大。雷克镇的珍珠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1、2年前，我也记不清了。给您，这是关于奥乔亚布鲁克的调查资料。一个名叫盖奇布朗的人与奥乔亚布鲁克于11月下旬进行过交易，警局有他的资料吗？盖奇船长，他是我们雷克镇的名人，他前段时间还捐了一大笔钱给政府建学校。11月28号，奥乔亚布鲁克。他在麦克唐纳旅店住过，这个旅店在哪儿？您沿街直走到尽头，再向左就能看到一个最高的建筑物，那就是麦克唐纳旅馆。2位吃饭还是住店？住宿，我们要312房间。哦，抱歉，这个房间已经有客人预定了。
已经被预定出去的，我们也没办法。那我想想办法。不过312是单人间，你们2位……请给我多加一床地铺。不过您为什么非要住在312号房不可呢？312是我们家族的幸运数字，我们生意人讲究个吉利。哦，原来是这样。来帮2位贵宾把行李放在312号房去。嘉兰大人也有张口就说瞎话的本事啊。2位是初次来到雷克镇吗？没错，我带着我的堂弟来这里做珍珠生意。来雷克镇的人10个里8个都是来做珍珠生意的，我倒是也略懂些门道。是吗？老板不妨给我们添杯酒，慢慢讲给我们听。在我们西边相邻的小国，有一位叫法伦的公主。法伦公主偷偷爱上了自己英俊的侍卫戴米安。戴米安是个严肃的人，却对公主十分温柔。有一天，戴米安经不住公主的苦苦哀求，偷偷带公主溜出宫殿玩耍。公主意外扭伤了脚，戴米安小心地背起了公主，公主就忍不住亲吻了他的脸。尽管夕阳很红，公主还是看出了他红了脸。两人互相明白了心意。可是就在回宫的路上，两人遇到了刺客袭击。戴米安为了保护公主受了伤，公主也受伤晕了过去。公主昏迷了2天2夜才醒过来。醒来后发现没有熟悉的身影，她连忙问身边的侍女戴米安呐。在公主的追问下，只好回答，因为擅自带公主离开宫殿，戴米安已经被国王处死了。公主不顾阻拦，冲到了城门口，看见了被吊死在城墙的戴米安。公主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公主没有哭，只是喃喃自语，再也没有人为我的餐点上装饰笑脸了。曾经活泼的公主变得少言寡语，城堡再也没有过去的欢乐笑声了。这时，一个珠宝商人的人献给了公主一颗珍珠。这颗珍珠上面隐约看到了一张脸，样子和戴米安有7、8分像。公主随手把珍珠放到了枕头下，夜里竟梦到了一个长相和戴米安类似的人。公主在梦中抱住他，诉说着自己的思念。自从有了珍珠，公主逐渐好转了起来，仿佛有了精神寄托。国王很高兴，奖赏了那个珠宝商人一大笔钱。从此之后，这种能让拥有者在梦中见到挚爱之人的珍珠，就在贵族和皇族间慢慢流行了起来。什么东西一旦与这些贵人们有了关联，自然就能卖出高价。尽管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但怎么可能阻挡得了人们的向往和痴迷呢？这个珍珠售价极高，让发现它的盖奇船长成为了雷克镇最富有的人。他尽管已经富得流油了，还是坚持自己出海，对珍珠的捕捞地点守口如瓶。有趣的故事，谢谢您的招待，我们已经吃好了，该回房间休息了。这就是那个倒霉蛋的房间，跟这帮人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倒是让我损失了不少钱啊。嘉兰大人，您该怎么补偿我？回到总部以后，你可以申请报销。你不是公爵吗？这珍珠在你们贵族之间流行，你有吗？说笑了，我一个住在卡尔纳斯边界的落魄公爵，哪能够到这种稀罕物？满嘴跑火车，警员没有及时封锁，房间不知道已经住过几次人了。就算有什么痕迹，也被扫得干干净净。至少目前没有看到翻新的迹象，也没什么打斗的痕迹。过去1年，雷克镇记录在案的失踪人数为143，失踪人员涉及各个年龄层，以15至30岁的年轻人居多。失踪的大多都是本地人，其次就是雷克镇附近的地区，他们职业各异。像奥乔亚布鲁克那样做珍珠生意的外地人是极少数。你的伤怎么样了？不劳您费心。喏、啊，这是你把物证从警局偷出来了？哦，
偷？嘉兰大人，您的用词未免太不文雅。那个警员的态度摆明了有事想瞒着我们，何必和他客气？自取即可。流氓对上无赖，过奖过奖。11月26日，这是奥乔亚布鲁克刚来雷克镇的时间。没有了。看来他不光与盖奇部落做了交易，还一同出海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会面，你不要又睡过头。怎么又开始了？开玩笑，难道已经严重到一刻也离不开项链的程度了吗？不对，这次好像更严重了。痛得快要喘不过气了。奇怪，怎么洗了这么久？又被你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模样。真是一个不错的容器，嘉兰，好孩子，我也想你，我的孩子。过去的痛苦时刻折磨着我，死亡啊，你何时降临？我已迫不及待。我就一个洗澡的功夫，您差点就咬舌自尽了。以往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吗？如你所愿，距离阿斯莫德的寄生，应该是更进一步了。干什么？我看……滚开！行了，别乱动。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吗？我对连反抗能力都没有的人没兴趣。刚刚抱你出来的时候，看到后背似乎有伤，我要确定一下。好好面对被恶魔寄生会逐渐衰弱的现实吧，尤其是心脏发作之后，会虚弱到任人摆布，这个时候逞强是没用的。我下楼拿点药，你别乱动。昨天，好了，走吧。您好，盖奇先生，我们是来自卢米埃斯的商人，您可以叫我嘉文。旁边这位是我的堂弟。幸会幸会，两位是真的值得被时光和珍宝铭记的好容貌啊，我都转不开眼了。很高兴见到二位。关于两位的引荐函我已经收到了，原来是我重要客人的朋友。我正翘首以盼地等着二位呢。我们可以先去展厅看货，然后再详谈。到了，这就是我们享誉盛名的珍珠，怎么样，很美吧？哥哥，这珍珠真漂亮啊！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可以先买一颗吗？两位是我重要生意伙伴的朋友，这颗珍珠就当是送给两位的见面礼了。抱歉，让您破费了。哪有的事？两位这样的容貌，才配得上如此美丽的珍宝啊！